时代场景变化，随潮流的步伐，好坏对错黑白真假。都市进步繁华，古老和新颖转化，价值多少如何评价？守候在门里面，不想外望一下，就看不到天空有多大。以为要个性，却不知什么代价。理想再大，也只是空话。在美丽新世界，我们一起计划，在未来展望最色彩奔跑。放下彼此隔膜，在随希望出发，共同努力正能量激发，共同努力正能量激发。毛毛，起来开门了！毛毛，什么事啊？毛毛喽！我们敲了这么久都没有人来开门。奇怪，他平时很早起来开门的、有没有打电话给他？有啊，我打回店里也没有人听。这家伙一定睡到像死猪一样。毛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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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毛毛。毛毛，老板，毛毛不在，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对啊，老板，平时都是毛毛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。先进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做，先做吧。那个昨天晚上说了他几句，不高兴走掉。你为什么说他？我也不是有心的，一气之下。大哥，这很不像你。以我对你的了解呢，就算有人拿刀捅你几下，你也不会发脾气骂人的。啊，不要说这些了。我现在很担心他身上又没有钱，人生地不熟了，被人家骗怎么办呢？你都说他身上没钱了，他有什么东西给人家骗了？难道骗色啊？那麋鹿呢？又没带手机，无亲无故的。大哥，你不用想那么多了。我现在是比较担心喜记啊。现在安格英退休了，如果没有毛毛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去哪里找一个手艺那么好、薪水又那么便宜的作品师傅啊？喜记没有那么容易倒的啦。要是毛毛回来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看住他才行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分头找好不好？哎，大哥，毛毛，你一整晚跑去哪里了？我们都很担心你啊。对不起，说对不起的是我，昨晚不应该跟你发一点脾气哈。我没生你的气，我只是觉得心烦，想出去走走，谁知道越走越远，迷了路，只好在外头露宿一夜，今早才走回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以后你要去哪里啊？最好先通知我们一声啊。哪里都去不了了。怎么会呢？等你拿到薪水、有假期的时候，就到处去走走。不过记得啊，一定要回来啊。我跟双喜呢商量好了，决定给你加薪。你为喜记付出那么多，也应该有点回报的啊。喜记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这样吧，我们每个月呢，给你500块，怎么样？从100块跳到500块，会不会太多了？哦，不会，这样吧，先给你100块，就当做是一支薪水，好。也好，最起码有钱防身。这人头是谁啊？新的英国国王吗？不像哎。这是我们新加坡的第1任总统啊。新加坡也有总统啊，还不止1任啊。新加坡总共有7任总统，有4个呢是国会推选的，接下来呢都是人民票选的。来，快点去做品吧，我们赶着交货的。爸，我打算开第2家蛋糕店。是吗？我打算在美甲店附近找间店铺，已经叫经纪人去找了，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。连装修的话，估计在2个月内应该就可以开张营业了。很好啊。不接吗？不重要。
手链都修好了，也看不出裂过的痕迹，还不高兴啊？高兴，我还要谢谢你帮我找人把它给修好。手链断了可以修，就可惜你们父女的关系是回不到从前了。你们明明就很关心对方，工作再忙也会约出来吃饭，但见了面又静静的不讲话。我也想跟我爸亲近，可是，哎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小时候你跟你爸蛮亲的，他工作再忙还会带你去练西洋剑。是一直到你妈过世了之后，你们的关系才慢慢变淡的。想你妈啦？这过后有空吗？干嘛？请你吃甜品。难怪叫我出来吃甜品，原来是来观察某人呢。我不是特地来看他的，我是答应老板来捧场。想吃什么？今天想吃什么？哇，大忙人，今天那么有空来吃甜品啊？最近蛋糕店生意不好吗？喂，不说话。这要不是美人的话，你怎么会有这份工作呢？是啊，我是很想感激他，要不是他这种无情刻薄的 boss 炒掉我，我也不会找到这份工作，有这么好的老板。原来你们这里是这样对待顾客的，像你这样的服务态度，不管去到哪一间店，应该都不会做得长久。叫你老板出来啊！我真的很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训练员工的。对不起，请问你们两位想吃什么？今天的芒果很新鲜。那还差不多，2份芒果西米露。好的，马上来。雅妹刚才这样对你，要不然我告诉她，都是靠你帮忙，她才有这份工作的。我就是不想让他知道。祖先保佑！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在听一个很重要的电话，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还可以了。对了，你今天找我有事吗？我是想跟你说关于卖店的事。我老公跟大伯都不愿意把饼店顶让出去，他们说毕竟是家族生意，不想这么轻易的放弃。我已经尽力啦。我明白，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的。我其实，在那里附近已经物色了另外一间店，已经谈妥了，再多1个多月就可以开张营业。哦，那恭喜你啦。谢谢。对了，有件事情我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那个毛毛一直冤枉我，说我把你们饼店的机器给弄坏了。其实是你动的手脚，对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干嘛弄坏店里的东西？跟你说，那家伙啊，头脑有点不正常的。他说什么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。是吗？我们也算是朋友了哈。你新店开张的时候，会不会请我过去参观参观啊？我当然欢迎你来啊。到时我一定过去哦。呀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啦，大伯，Uncle Harry。来。丢，怎么今天多了一个人来吃饭，不早说呢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忘记告诉你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买了卤鸭加菜。哦，那我们是托毛毛的福，有卤鸭吃啦。我老婆很可爱啊。呀，帮忙啊！哎，来。来，哎，大家都自己人了，自己来就行了，别客气嘛。
李亚，来，你最爱吃的鸭肉，来，啊。蝶儿，我今天听到了一个消息，蛇蝎美人已经在饼店附近找到了店面，准备开新的蛋糕店。你是说那母夜叉？你不要妒忌人家，就在他背后说他坏话。我怎么会妒忌他呢？你一向看不起女人，可是人家偏偏本事得很，年纪轻轻不止开了美甲店，而且还开了第2家蛋糕店。他的蛋糕店装潢啊有品味，服务态度又好，蛋糕又好吃。我怕到时我们饼店生意可能会受到影响。你想太多了啊，我们做的是传统豆沙饼，他们卖的是法式蛋糕，顾客群都不一样。话不是这么说，我们喜记有不少上班族会来买饼当下午茶，以后多了法式蛋糕这个选择，多少会流失一些顾客的。你别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我只是想提醒大家，不要小看了蛇蝎美人的蛋糕店。所以你说的有道理。他是妇人之见，你怎么跟他一般见识呢？我们喜记啊是多年的老字号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打倒？爹，你听听他的语气，好像他才是老板。我是为了喜记好，才提醒大家不要轻敌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喜记好。哎，大哥，蛇蝎美人的蛋糕店，不管是不是冲着我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还有时间想办法啊。啊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阿明跟我预支2个月薪水，说他家里有急事。大哥，你别怪我多嘴，你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。阿莲迟到早退你也不说，阿海偷懒你也不骂，员工有什么要求你都答应，他们快爬到你头上来了。话不是这么说啊，如果阿明真的是急用，等钱救命的话，我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，不帮忙呢？你当然那么说，钱又不是你的，你又不是老板。喜记一向来都是这样，不管是员工或老板，就犹如一家人。家人有事，我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、置之不理？正所谓啊，饼皮薄，人情厚。Uncle Harry， 什么是饼皮薄人情厚？就是做饼的时候，饼皮要薄才好吃，做人要宽厚，要有人情味。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一定要帮，明白吗？哦，说得那么好听，不如就拿你的薪水来帮阿明好啦。子曰：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”除了这句话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吗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不如这样子吧，阿明的那薪水我就预支他1个月就好了啊。大哥说得好，大哥说得好，既不会太过纵容员工呢，也不会太过没有人情味，对吗？对哦。哎，来，李亚，来，哇，你看这个鸭腿那么大个，来，给你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去看你们的父亲啊？你怎么那么关心我老爸？我跟老先生有一面之缘，我想去探望他。明天我们会去看的。那我们一起去吧。不如这样子吧，反正明天我们一大早就要过去，你今晚就在这里过夜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还有一个腿，来，给你。你在看什么啊？不要告诉妈咪我在看漫画书。哦，原来你在看《连环图》，我以前很喜欢看的。你看过这本吗？我没看过哎，你能告诉我它的故事吗？是说一只机器猫坐上时光飞行机，从未来的世界来到了现在，跟小明成了好朋友。时光飞行机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机器猫和小明是来自不同时代的人啊？小明是现在的人，机器猫不是，他以后还要回到自己的世界。就是坐时光飞行机啊？那我也可以坐时光飞行机回到我的世界啊？你要时光飞行机做什么？你不是这里的人吗？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哎，我其实是从1948年来的。现在是1948。哇，你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？如果我还活到现在的话，
应该是93岁了。哇，那你不是 SOM？ 什么 Super Old Man 就是很老很老的老人。我是你的曾祖父啊，当然老啊。曾祖父，也就是你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。你说你是我的 great grandfather？ 什么过什么พ่这曾祖父的意思吗？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是我的 great grandfather？ 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是从1948年来的。你没有坐上时光飞行机，怎么来的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一跳下水救人的时候，被水一卷，就来到这里了。哎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那这是我们40年代的钞票，这个呢就是我们乔治国王，在我们的年代就是用这些钞票的，但是在这里就是不能用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的。我相信。真的啊？我觉得你不会骗我的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曾孙女，真的是谢谢你啊。你想回到你自己的世界吗？我当然想啊。有一个高人告诉我，往哪里来就往哪里去，但是我一跳下水还是回不去。我看过一个电视剧，那个人也是从未来世界来的，他做了很多事，在同样的地方、同样的时间，看着同样的月亮，就咻一声回去了。同时、同地、同样的月亮，我是在中秋月圆之夜来到此地，那也就是说，我在下一个中秋节的时候，同样的时间、同样的地点，从那里回到我的世界。应该是这样。那我不是还要多等1年？祖先保佑！我是否真的要再等1年才能回家？莫非老天爷把我送来此地，是自有其用意，要我用这1年的时间重整喜迹，任务达成之后方能回去？回去之前，一定要把做饼的手艺传授给2个孙子，要看到他们成才，能够支撑起喜迹，我才能走得安心。臭小子，贼头贼脑，我注意你很久了啊！放开我！什么事啊？老板，他偷我们的饼。好，小朋友，你喜欢吃我们的倒沙面？是我妈喜欢吃，她生病了，要吃饼就拿钱来买，小年纪就学会做贼。先被爸爸拿去赌，家里没钱。来，小朋友，拿回去给你妈妈吃，我送给你的，不用钱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爸，他来偷东西，为什么你还送饼给他呢？你的老公在世的时候常说一句话：“饼皮薄，人情厚。”什么是饼皮薄人情厚？
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做饼的时候，饼皮有越薄越好吃。但是我们做人呢，就有厚道。刚才那个小孩子偷东西固然是不对，但是他一片孝心感动了我，所以我就送饼给他，懂不懂？知道了。大喜，你要记得，我们喜记的饼不只是一种食物，它还包含了人与人之间浓浓的人情味，知道吗？喜记一向来都是这样，不管是员工或老板，就犹如一家人。家人有事，我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、置之不理？正所谓啊，饼皮薄，人情厚。爸，老爸，我们买了鱼粥，还有萝卜糕来给你吃啊。阿爸，阿爸，你来看小勇，小勇很开心。阿爸，小勇很想你，你不要走，好不好？我不走，我在这里陪你。好，一定是毛毛长得很像阿公，爸认错人了。老爸，你上星期不是吵着要吃鱼粥吗？这一摊的鱼粥啊，是你最爱吃的，来。来，爸，我喂你吃。不要，我要阿爸喂我。让我来吧。院长，请家属过去支付这个月的费用。大哥，我和你去吧。这个月多了几项新的收费项目，我要去问问院长。粥很好吃，以前你就是这样常常喂我。小勇，这些年来辛苦你了。我不苦，今天的鱼粥很甜，很好吃。你年纪小，就失去双亲，你只能跟你祖父一起生活，学做饼。在他死去之后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撑起喜气。如果我没死得那么早，你就不用吃那么多苦了。小勇很乖，你讲的话我都记得。你要我孝顺阿公，要好好经营喜记，还要传承下去。小勇很努力，我做得好不好？好，很好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也没有给你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和连家所有的重担。这些年，我把你的背都弄驼了，头发又白了，身体又不好，对不起啊。没想到毛毛跟老爸的感情那么好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父子呢。怎么啦？今天失水准呢？如果说昨晚睡不好，这个理由应该很烂吧？知道就好。是不是有心事？说来听听。
我这个朋友呢，功能很多的，除了陪你打壁球，也可以为你分担解忧。是跟毛毛有关。毛毛，什么事情？我觉得他跟我们连家好像有什么渊源。他刚来的时候就说是你们的亲戚，是你们不相信他而已。就是不止亲戚那么简单，我总是觉得他有点奇怪哦，说话是怪了一点，不过挺善解人意的，又喜欢帮助人，有时候很 man， 有时候还会害羞脸红。我是越看他越觉得他好有趣，蛮可爱的。你有点喜欢他。说喜欢还太早，算不讨厌吧。最近有看什么韩剧吗？有，不过没什么特别好看的。倒是我最近在看一个网络连载小说，很精彩，什么小说？叫《我来自732星球》，科幻爱情故事，真的很精彩。你看过啊？哦，没有。跟你说，它虽然是科幻故事，但它的爱情写得好细腻，好感人。哎呀，我把那个网址发给你，你看了以后一定欲罢不能。吃饭吧。大王子今天终于有机会和司徒玉一起走到空中花园欣赏宜人景色。不料大王子身体突然打了一个冷战，仿佛全身的能量被抽离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来凤尾花丛中放的是来自乌克丽丽海岸的鹅卵石，正是他的克星。请你看着我。大王子变身一只蝴蝶，在司徒玉身上围绕，以另外一种方式陪着他。大王子第一次用这样的角度，在这么近的距离看着他，呼吸着他的气息。大王子是如此的陶醉。谁在推索人用泪水把笑容淹没？他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何银河系数百亿星体，它就是要降落地球？为何地球70亿人口，他却偏偏要留在他身旁？难道这就是地球人所说的真爱？其实我没改变，你知不知道我还对你思念？大哥，又在上网追看小说啊？对呀，反正没事做，你找我事。是啊，我以前的同事啊，阿 Ben 呢，他明天早上在公司有一个聚会，所以叫我留50个豆沙饼给他。好啊，明天叫毛毛做吧，他手脚很快，应该没问题的。自从毛毛来了过后呢，我们的生意好了很多了，面粉和白糖的进货量也增加了不少。你说我们要不要去找那个供应商谈谈，看价钱能不能够低一点？你自己决定了啊。那好吧。大哥啊，有时间的话多到外面去走走，不要老是躲在房间里面上网嘛。再说了啊，我知道你是宅男个性，比较内向。诗妮啊，有很多同学还没有嫁出去的，我也认识不少单身的女孩子。你跟我说你喜欢怎么样的女孩子？肥的、瘦的，还是身材比较丰满的？不用了，我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啊。你有喜欢的女孩子了？哎，是谁啊？我认不认识的？多管闲事。我是在关心你嘛，有机会的话带她上来，介绍给我们认识。好了。难道是你暗恋人家，她不知道你喜欢她？我要冲凉了，来，我要睡觉了。大哥，喜欢人家呢，一定要说出来的，一定要让她知道的，知不知道？知道啊，加油啊！跟她说。我要5个甜豆沙。我要咸豆沙6个。大哥，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啊？阿莲呢？他还没到啊。阿莲，
你家的时钟、手表都坏了吗？这个时间才来上班，老板都没有说什么。啊，不要讲那么多了，快点，6个咸的。喂，喜记饼家。哦，你们要什么？好啊，我们开到6点半。营业额居然增加了38%，这个毛毛果然有点本事。如果继续上升的话，说不定喜记真的能起死回生。谢谢你，改天来试我们的豆沙饼啊。老板，最近店里的生意好了很多，工作也多了，我的薪水是不是也应该多一些？我会考虑啊。最近一大进店里就忙得要命，是人都受不了啦。我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。哇，你整天迟到早退，还好意思要求加薪啊？不是吗？工作多了，薪水也应该加吗？我都说我会考虑了啊。哎，老板说的，我没有逼他。阿莲，做人不能太过分。以前生意不好的时候，你不是出去买 4D， 就是在一边玩手机。顾客上门，你也是随便招呼，这样的工作态度对吗？你骂我啊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拿了薪水就要对工作负责，你态度又不认真又懒惰，对喜记从来没有什么贡献，还好意思要求加薪啊？你脸皮厚的可以挡子弹了。这份工作薪水又不高，本小姐才不稀罕嘞。现在不是你们炒我鱿鱼，是我炒你们的鱿鱼。我不干了。阿莲，阿莲。哎，大哥，算了，这种不负责任的员工走了也好，有钱还怕请不到吗？现在请工人很难呐。不用怕，你眼前就有一个。你？哎，护士小姐，今天人怎么这么多啊？发生什么事？哦，是蛋糕店的老板娘带她员工来当义工。义工？她每个月都会和她员工来探望老人家，分蛋糕给他们。没想到现在年轻人这么有善心啊！是他，一看就知道不是真心诚意的，肯定是来这里沽名钓誉的。老婆，这个给你啊，小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再给你一个新的啊，来，小心。总算还有一点淑德。你做的豆沙饼真的很好吃，大喜都比不上你。哎，提到你这2个儿子啊，还真让我操心。他们根本没有廉价的男子气概，没有一点做大事的魄力。大喜呢，太感性了，优柔寡断又多愁善感。最糟糕的是，他迷恋一个品格不良的女孩，怎么说也说不听。还有双喜啊，胸无大志，难成大器，又怕老婆。你也认同对不对？喜记的生意越来越差，不是因为他们手艺不好，是因为他们的性格。我完蛋了。我来到这个时代，应该不是偶然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帮你把这2个儿子训练成有勇气、有担当的男子汉大丈夫，把喜记搞好，让连家一天比一天兴旺。兴旺好啊，吃呗。哎，安哥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走。哦，来，我扶你去。小心哦，慢慢来啊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你要上厕所是吗？我帮你。先生，让我来吧。麻烦。刚才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举手之劳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去探我老板的父亲。
我先走一步。开。祖先保佑！你怎么开车的？对不起啊，怎么又是你呀？到不到德士啊？我不赶时间，所以才慢慢走路，走到大马路才截车，当做是运动啊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回喜记。我回美甲店，顺便载你一程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喜欢走路。那好吧，那你慢慢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我答应坐你的车，因为刚才你弄脏我的衣服，本来是应该要让你赔偿的啊。不过我大人有大量，算了，不跟你计较。我让你送我一程，算是扯平。你有没有一个亲戚叫小梅啊？我真的长得很像她。起初我也觉得你跟小梅是一模一样，可是后来我跟你接触之后，我很清楚，你不是她。小梅温柔贤惠，善解人意，秀外慧中的好女孩，跟她在一起真的很舒服，很温暖，如沐春风。说的她这么好，那她现在在哪里啊？她在一个很遥远、很遥远的地方，我真的很想念她。她是不是不在这个世界上啦？所以你上次在俱乐部泳池里面是真的为情自杀啊？我不是自杀。总之，一言难尽。哇！唉，你能不能开车小心一点啊 Sorry。很好笑吗？一个大男人胆子这么小。开车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应该男人做的，你们女人就是胡来。谁说的？男人可以做的事情，女人一样可以做，而且做得比男人出色。自古以来都是男主外，女主内。男人本来就是应该读书识字，学手艺，做大事。女人无才便是德，所以就应该好好在家里持家，相夫教子。你这是什么老古董思想啊？现在的女人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，可以有自己的事业，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，而且不需要靠男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如你这样的想法，真的是要不得啊！所谓男尊女卑，女人天生就要满足男人的要求，做女儿的就要服从父亲，做妻子就要顺从丈夫，做母亲就要听从儿子，这就是所谓三从四德。你这种思想这么落伍，就算小梅还没死，她也会受不了离开你的。你不知道事情来龙去脉，不要胡说八道。我跟你说，女人最讨厌10种男人类型当中，大男人主义是排第1的，没有女人可以受得了你。你如此野蛮无理，也没有几个男人受得了你啊！好男不跟女斗，我不坐你的车了，前面停。
什么事情这么高兴？真的很痛快，终于给那个火星人一个教训。你说毛毛，你在哪里碰到他？我刚才在疗养院拍蛋糕的时候碰到他，好心送他一程，他居然在我面前大发伟论，说什么男尊女卑，还说女人呢生来就是应该要满足男人的需求。哼，不给他一点教训怎么行啊？你对他做了什么事情？我就把他放在半路上。啊，太过分了吧？那他怎么回来啊？我算过啦，他就走15分钟就可以达到德士了。一个大男人走15分钟算什么？其实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干嘛老跟他过不去？他从头到脚哪一点好啊？拜托，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女人，这种男人是应该要受一点教训的。他还真倒霉耶，老是碰到你。我碰到他才倒霉好不好？啊，不说他，说另外一个从头到尾很多优点的好男人。你跟袁彬和好了没有？这不是我的错，我已经尝试让步了，是他妈妈无理取闹，他又一直护着他，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女朋友放在心上。也许他在努力说服他妈妈，你再给他多点时间嘛。唉，别提男人啦，我们是新时代独立的女性，不需要男人也可以过得很开心的。你生日快到了，要怎么庆祝啊？生日嘛，年年都有，不用特别庆祝，有你跟妈咪陪我就很开心啦。你现在是这么说啊？等你那个朦胧的身影渐渐变得清晰的时候呢，我跟南希妈咪就要靠边站。不会的，就算他出现，我也绝对不会抛下你们的。终于回到家了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搞到满身大汗呢？别说了，都拜那个母夜叉害的。沈美人，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的？我们这么巧在疗养院遇见，他弄湿了我的衣服，就说要送我一程。原本我们谈得好好的，谁知道这个女人啊，突然翻脸，说我是个思想落伍、大男人主义，还把我丢在路旁了。去疗养院？你去哪一个疗养院啊？我是去你阿爸那家疗养院，不过我是当义工，帮忙派东西给老人家吃。没想到啊，你还那么有爱心。来，上去楼上冲个凉，吃个饭，再下来吧。好啊。冲了凉，留下来一起吃饭。好，谢谢。你这个老板真的好到没话说，让员工上来用家里的浴室洗澡，还留他吃饭。楼下的厕所只有水桶，没有花洒。我看他满身大汗的，就叫他上来冲个凉。你不是这样也生气吧？我呢，总觉得啊，这个毛毛别有居心。你跟大哥不提防一点，哪一天被他吃了，还傻傻的不知道？怎么可能？你想想看，他的手艺那么好，去哪一家饼店，薪水2、3千块肯定没问题。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拿这么一点薪水呢？他不是脑筋有问题，就是别有居心。你这么说也是有道理啊。不过我还是觉得他的脑袋少根筋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毛毛这个人呢，虽然是怪怪的，不过他的心地善良，他不会对我们喜气怎么样的。放心吧。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？大哥回来了。大哥，报告交给你看。什么来的？这是毛毛的 DNA 报告。他跟爸的 DNA 吻合，他很有可能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弟弟。祖先保佑！看时代场景变化，随潮流的步伐，好坏对错，黑白真假。都市进步繁华，古老和新颖转化，价值多少，如何评价？守候在门里面，不想外望一下，就看不到天空有多大。以为要个性，却不知什么代价。理想再大，也只是空话。
几番。